这是一家真正的100年老店，1923年创立，到现在是102年的历史了。它叫做 Hasbro 孩之宝。其实这个音译的中文名啊，它很容易产生歧义，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感觉这可能是一间专注儿童玩具甚至母婴领域的公司。但其实目前孩之宝大约有60%的收入都来自13岁及以上的人群，而成年人更是公司重点运营的核心用户。所以你的孩之宝不是你孩子的宝，它是你我这样的老中青一代自己的宝。那么你是否曾经或正在为孩之宝贡献了营收呢？我来个 IP 报菜名你就知道了。变形金刚买过电影票吗？买过玩具吗？龙与地下城玩过桌游吗？买过电影票吗？小马宝莉这个可太有梗了，我留着一会儿再说。万智牌、大富翁、小猪佩奇，这个例外，这确实是个低龄向的 IP 吧。其他国人比较陌生的 IP 我们后面聊到再说。以市值来说，孩之宝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在往下掉，最近才稍微稳定了一点，现在是100亿美金，居然只有我们上期讲的日本科乐美的一半。但这是一家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公司，因为它是一间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敢于转型、敢于为断舍离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公司。具体是多赶呢？2023年恰逢公司100年诞辰之际，孩之宝在自己市值只有65亿美金的时候，认亏35亿美金，卖掉了旗下的影视娱乐公司E1。这家公司是在4年前以40亿美金新鲜热乎刚买的，结果蜜月期还没过就结束了，而且几乎是打了1折卖的。40亿对任何一间公司，哪怕巨头来说，都不是个小数目。你说孩之宝干这种买椟还珠的事儿，他到底是图啥呢？喝大了，还是单纯的就是钱多人傻呢？E1的案例很关键，我后面会重点来讲。那么这间美国的老牌玩具公司，不对，现在已经不能叫人家玩具公司了。官方现在反复强调的身份定位是品牌娱乐公司。回顾孩之宝发展的100年，我们会注意到这间公司发生了3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制造商到品牌商的觉醒，第二次是从玩具公司到娱乐公司的重新定位，而第3次，它其实贯穿了公司绝大部分的历史。只是到今天，孩之宝真的悟了，它终于 all in 了。这就是从产品驱动到内容驱动的升华。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主题确实略显这个知识付费啊，主要是聊转型，但细节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下饭也下酒。在这个内容过剩、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我们到底会被什么样的 IP 吸引？而对于持有海量 IP 的公司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到底是集中资源还是分散风险呢？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带着这个思考，我们来开始孩之宝正传。这是一个典型的战后移民家庭创业故事。在一战结束，美国经济进入咆哮的20年代之际，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哈森菲尔德兄弟和当时许多新移民一样，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的轻工业作为起点。公司的名字就非常传统的叫做哈森菲尔德兄弟啊，就是这个什么哈森什么什么 Brothers， 类似咱们的王守义、毛戈平、乘风破浪的姐姐什么的。后来感觉这名字有点太长了，就缩写为 Hasbro， 变成了更好记的王家、毛记和浪姐。那么创业伊始，公司主要的业务差不多就是收破烂吧，从纺织厂收购用剩下来的边角布料，然后倒卖。卖了2年过后呢，这哈家兄弟就觉得说，咱不如把这边角料利用起来做点产品呗。于是他们就雇了8名员工其实就是家里的7大姑8大姨什么的，开始自己生产铅笔盒、书包这样的文具产品卖给学生。这和50年代创业的日本万代是套路啊，对面也是把边角料变废为宝做玩具起家，才有了后面的故事。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种生意模式它一定是有市场的，启动资金少，入场门槛低，就特别适合刚到美国的新移民。哥们儿凭此挣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做文具它存在一个 bug， 大家不妨暂停视频想一想做个经商天赋的小测试。这个 bug 就是文具它是个季节性的生意，销售旺季只有开学的那段时间，你还得面临很多竞争对手。就比如当时他们的一个铅笔供应商突然有一天就开始做笔盒了，定价还比孩之宝更低。孩之宝怎么反击呢？宝说你走我的路是吧，那我也走你的路，我们也做铅笔。这个业务你还别说，后来发展成了全美最大的铅笔公司，就是帝国铅笔。不过因为家庭内部矛盾的原因，帝国铅笔在1980年被孩之宝剥离掉了，我们就点到为止。那么创业早期的孩之宝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这和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大关系。当时无数企业倒闭破产，而哈家兄弟估计是犹太血脉觉醒了，经济低迷是吧？那意思就是说原材料价格暴跌，劳动力成本暴降呗。
当然是选择抄底捡漏啊。于是公司开始建立自有供应链和生产线，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英明决策让公司在整个经济萧条期间业绩稳步增长，也有了足够的实力去填补我们刚刚提到的 bug， 那就是拓展了玩具业务线。但熬过了经济萧条，这紧接着就二战了嘛。这时候的孩之宝就比较低调了，主要就是苟住自己，还救助了一些犹太同胞。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了主要工业国中工业规模最大且几乎没有什么战损的国家 ，AKA 世界霸主。孩之宝的机会才是真的来了。1952年，这是孩之宝从作坊走向品牌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公司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儿童玩具土豆头先生。最早的土豆头先生啊，有点好笑，因为它只有先生，并没有土豆，家长得去菜市场自行采购土豆回来，然后把孩之宝卖给他们的五官啊、服饰啊什么的小玩具给钉到土豆上。你要乐意钉到别的什么蔬菜水果上，也随你高兴。但就是这么个鸟玩具，却大卖特卖，第一年就卖了上百万套。为啥呢？当然，确实和它独特的交互方式和动手乐趣有关，但营销那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孩之宝为土豆头先生投放了电视广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做电视广告的玩具，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针对儿童的广告。也就是说，土豆头先生是首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通过电视媒介直接怼到小孩跟前的玩具产品，没有任何竞争者，对手们还老老实实在报纸上打广告呢，所以成功几乎是必然的。后来这东西卖了10几年，孩之宝才终于给玩具配上了一个塑料的土豆身体，而这个 IP 一直活跃到现在，还曾经出现在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当中，就是它。这下对上号了吧？那么土豆头的成功可以说让孩之宝开始有了品牌化思维的萌芽。玩具仅仅是关乎制造吗？不，它更是内容创意和媒体营销的产业。如果你能讲出一个好故事，那么玩具也就脱离了朴素的性价比，具备了内容溢价的条件。接下来的1960年代，美国迎来了战后的黄金时代，婴儿潮一代开始成长，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稳步提升，电视机这种东西成为了家庭标配。这一切都为玩具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创造了完美条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孩之宝推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玩具之一 G.I. Joe， 有翻译把它叫做特种部队。这东西咱们接触的少，我就说2点。第一，当时美国人偶市场还是芭比娃娃的天下，男孩子是没有类似玩具的，所以孩之宝这个设定为各种男性军事角色且很微妙的比芭比娃娃身高高一头的特种部队，某种意义上就是男孩们的芭比 doll。第二，为了回避掉 doll 这个听上去过于女性化的词汇，孩之宝自己发明了新词儿，叫做 action figure， 翻译为动作人偶或者可动人偶，其实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这个人偶有多达21个可动关节，简直不要太灵活。后来 action figure 这个词直接成了一整个品类的代名词，只要你是个手办，只要你能动，什么漫威的 DC 的都可以叫做 action figure。所以你说起名重要吧？太重要了。索尼的 Walkman 直接成了随身听的代名词，可口可乐的可乐也是一整个品类的代名词。有时候翻译的信雅达也非常关键，你比如说万艾可，它就不如伟。我想说的是，孩之宝起名可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史上起的最成功的一个名，这也是公司品牌化过程中推动了玩具加故事模式确立的关键 IP， 而那段时期也是孩之宝从玩具制造商向品牌娱乐公司转型的关键10年。1980年代对于孩之宝而言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来，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称之为美妙的闭环。话说日本有间玩具公司叫 Takara， 在70年代这家公司从孩之宝那儿拿到了那个 G.I. Joe 的玩具授权，结果这东西在日本卖的不咋地啊， Takara 就赶紧想办法改进，给它本土化，然后经过一顿鼓捣，最后就鼓捣出了一个名为微星小超人的系列。这个系列呢，后来又延伸出了一些子系列，一个叫 Micro Change， 就是小的可动机器人，一个叫戴亚克隆，它是一种可以在汽车和人形之间变换形态的机器人玩具。好，现在时间来到1983年东京玩具展，孩之宝的代表就在那儿闲逛嘛，他就看到了 Takara 公司的这2个玩具。我不知道这位代表知不知道这俩玩具组上的演化史啊。总之，孩之宝后来就跟 Takara 谈了这俩玩具的授权，并且拿的还不是简单的分销代理，而是可以进行品牌重塑、角色设计的深度内容创作权。就是说我孩之宝可以想怎么魔改就怎么魔改。然后你猜怎么着？孩之宝把这俩概念又 rap 回了一个概念，并为它起了一个狂拽酷炫的新名字，它就是 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没玩晕吧？那我们接着往下说。自此，玩具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合作之一即将开始，孩之宝的企业基因也将因此而改变。接下来的工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品牌打造，首先就是起了 Transformers 这个朗朗上口又十分酷炫的名字嘛。然后孩之宝又找到了漫威，这可是搞世界观的大佬啊，是吧？所以漫威立马就为孩之宝搞出了一个故事框架，
什么外星机甲，一波正派一波反派，没事就变成汽车低调潜伏，有事就华丽丽变形开打。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变形金刚的系列真人电影啊，故事都非常精彩，但是在80年代由漫威与日本东映动画合作发行的变形金刚动画剧集，它做出来就是服务于玩具销售的，剧情相对浅薄，重点基本上都是介绍角色，他叫啥名字啦，他是怎么变形的啦，他有哪些能力啦，纯纯就是给小孩种草玩具。但小孩就吃这套啊！你想，日本的高达当初动画片的故事就是因为过于复杂深刻，那不是差点黄了吗？因此这么一部玩具广告片反而大火特火，成为了80年代最受欢迎的儿童节目之一，市场的反应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1984年，零售商的订单如雪片飞来，变形金刚系列玩具首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亿美金，第2年更是飙升到了3.3亿美金，占公司总营收的27%。到第3年，变形金刚已经成为美国最畅销的玩具品牌，甚至超越了本土爆款 IP 星球大战系列。伴随着玩具与故事的两翼齐飞，变形金刚 IP 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速发展轨道。这时候，孩之宝也不装了，直接展露出了奸商的一面。他干了件啥事儿啊？1986年，变形金刚大电影上映，这不还是广告片吗？因为孩之宝想迭代玩具，想推出新角色了，于是资本爸爸就轻轻拍了拍编剧的肩膀，说：“我要擎天柱嘎。”资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说离谱不？你故事里头核心的正派的角色，你的主角你让他嘎。但很可惜，编剧并没能说服金主。据说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小孩们在影院里头痛哭流涕，回家以后是茶不思饭不香，郁郁寡欢。这个事儿确实是闹大了，孩之宝受到很多家长投诉，最终电影票房也是惨败收场。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孩之宝管理层虽然懂得运用内容手段促进变现，但显然他们是不懂艺术也不尊重艺术的。好在变形金刚 IP 的影响力足够宽广，最后擎天柱在后续的剧集里头又给复活了。2007年，由派拉蒙制作、迈克尔贝执导的变形金刚真人电影上映了，全球票房突破7亿美元。孩之宝的电影周边也在1年内狂赚4.8亿美元。你看，以前啊，变形金刚的所有影视作品都是为了推销玩具而制作的，他们只是营销手段，只负责诱惑小孩，然后让小孩哭着闹着道德绑架父母买。但这部电影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独立的娱乐产品，拥有顶级的制作水准和主流的市场定位，它完全是凭内容本身的魅力而直接打动了大人。咱就说咱们国家有多少人因为这部电影第一次认识变形金刚就入坑成为粉丝了呀？所以说这部电影对于 IP 品牌价值的贡献远远大于赚的这点票子。变形金刚自此成为全球范围跨年龄段的超级 IP， 而它的成功模式也很快被公司复制到其他产品线。2009年，孩之宝正式发布了蓝图 1.0 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理念很简单，那就是停止把自己定义为玩具公司，而是要成为品牌公司。手里的 IP它不能只是个具体的产品形态，而是要在玩具、游戏、影视、数字娱乐、授权商品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在品牌蓝图的指引下，讲好故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驱动孩之宝一切业务的核心理念。到2015年左右，经过35年的转型和进化，孩之宝已经从1980年的年收入刚刚破亿的传统玩具公司，成长为年收入超过40亿美元的泛娱乐巨头。刚才单独聊了变形金刚这个 IP， 那么足以推动公司调整战略的，肯定不仅仅就靠它一个。让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从头说说这个品牌蓝图战略是怎么回事。通过与漫威的几次合作，孩之宝见识到了动画带货的威力，那么方法论有了，钱也赚到了，接下来肯定就是拓展业务规模了呗。1984年，孩之宝收购了美国一间做桌游的公司妙极百利，这是一间非常有历史的公司，在被孩之宝收购的时候，人就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旗下有人生游戏、扭转乾坤等一摞经典桌游。1991年以4.86亿美元收购童卡公司，它是做玩具卡车的，但孩之宝还连带着把它的2个子品牌也收了，一个带来了蝙蝠侠玩具，一个带来了经典桌游大富翁。而在孩之宝所有的收购中，最具战略意义的莫过于1999年拿下的威士治公司，也有直接意义为巫师海岸的。这笔投资呢不贵，3.25亿美元，但在当时看来，这家公司的业务实在太小众、太极客了。一个是集幻式卡牌游戏万智牌，另一个是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此外，还拥有宝可梦集幻式卡牌的美国发行权。威士治这家公司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它的创始人叫彼得·阿德金森，一个极客。万智牌是什么东西？它是世界上第一款集幻式卡牌游戏，卡牌鼻祖啊。龙与地下城是什么东西？这个游戏其实诞生于70年代，是威士治收购回来的。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商业化的桌面 RPG 游戏，也就是 RPG 的鼻祖。虽然但是也还是太偏门了。
孩之宝当时的业务主要是针对主流玩具跟儿童市场，而威士忌的用户平均年龄超过25岁，等于是涉猎了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我只能说孩之宝还是太超前了。后来威士忌成为了孩之宝最挣钱的部门。2021年，威士忌部门全年收入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而利润率可以高达40%以上。什么概念啊？孩之宝玩具业务板块的利润率还不到10%，直到现在，威士忌每年都要为孩之宝贡献30%以上的营收，妥妥的下金蛋的鹅。他争气到这个份上，可是连华尔街都应激了。2022年，孩之宝股东之一对冲基金 Alta Fox 发表公开信，建议孩之宝剥离威士忌。你孩之宝别耽误人家大好前程啊，是吧？搞什么破蓝图战略？你赶紧把玩具和影视板块的盈利给提上来才是正事儿，好吧？但这个建议最终被孩之宝给否决了。孩之宝坚持蓝图战略是对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蓝图战略 1.0， 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是造玩具的，我们是造 IP 的。自变形金刚成功以来，公司复制粘贴，把成功学复制到旗下多个玩具品牌身上，打造出了国际版特种部队、小马宝莉等全球化潮流 IP。像龙与地下城这样自带世界观的 IP， 当然也是要留在身边，以后开发电影啊。总之一句话，蓝图战略要搞，蓝图战略也不能没有威士忌。好，那具体怎么搞呢？ IP 有了，故事也有了，蓝图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内容制作了。过去，孩之宝通常是和漫威、派拉蒙、Netflix 这样的第三方合作，但现在公司想把这块也抓到自己手上，于是乎就了那场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这家公司叫做E1，是个来自加拿大的娱乐公司，40亿美元相当于孩之宝当时市值的近1/3，也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那么孩之宝刷爆信用卡买了个啥呢？买了一只粉红的猪，小猪佩奇。这是E1最知名的 IP 资产，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学龄前的 IP 叫睡衣小英雄，但远不及佩奇的影响力宽广。这间公司是孩之宝在2019年收购的，那时候公司肯定不是说我就买个猪啊。E1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拥有先进的动画制作技术、创意团队和国际发行渠道，这一整套成熟的内容制作体系，直接就可以为孩之宝手里的各色 IP 整活了，原地开整。事实上，E1到位之后，确实也是马不停蹄开始筹划各种影视项目。但很不幸，好多项目最后都夭折了。从2020年算起，E1整活第1年亏钱，E1整活的第2年亏钱，第3年接着亏，第4年这日子没法过了，离了吧。2023年，孩之宝以5亿美元的价格把E1贱卖给了狮门影业。多说一句啊，狮门影业就是我们上回科乐美那期最后提到的极速追杀，就John Wick这个10亿美元 IP 的创作者了。世界是不是很小？再说回这笔交易，这几乎就是1折大甩卖啊！但40减5，这还不仅仅只是账面亏损，那还有这几年的营运成本和资本减值呢，不敢算下去了都。不过在卖公司的时候，孩之宝还是把包括小猪佩奇在内几个 IP 给保留下来了。所以我刚刚说孩之宝花40亿刀买了只猪是一点不夸张，大家把严谨打在公屏上。那如此失败的一场并购，你说责任在谁呢？我们来分析一下。2015年前后是流媒体和电商平台爆发的一段时期，孩之宝还没有收购E1的时候，就已经很积极的在把 IP 内容转向流媒了。咱不能事后诸葛，如果你是孩之宝高层，你在那时候发现大家都不看电视了，都玩 iPad， 都看网络电视了，买东西也越来越倾向于在网上下单了，你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而你继而发现，在新媒体时代，内容本身就可以成为盈利点，内容还可以直接带货，你很容易就会想到，选择布局影视内容制作和发行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策。所以这锅到底应该由谁来背啊？要我说，黑天鹅背。孩之宝衰就衰在他下手的时机不对，运气也着实太差了。2020年到2023年都有哪些大事啊？疫情、好莱坞大罢工、流媒体泡沫破裂，这几个黑天鹅事件彼此之间有连锁关系，无法预判。赶上来呢，确实就是纯纯的倒霉。等于就是说，孩之宝好巧不巧，刚好在高点买入内容公司，又好巧不巧赶上不可抗力，导致工厂开不了工，也就是影视制作项目被迫延期或取消。又好巧不巧赶上流媒体泡沫破裂，各大平台都开始削减内容采购预算，导致工厂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发行困难，实惨。所以这件事除了认栽别无选择。我反而觉得孩之宝能够扛下债务果断抽身是非常有魄力的。你想想那些股民和恋爱脑吧，及时止损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没点狠劲儿就只会想着触底反弹，最后越陷越深，万劫不复。孩之宝我想 respect 真的还挺牛逼的，愿平行世界没有眼泪吧。好，回到主线，刚说到哪了？这个蓝图 1.0 啊，还涉及到数字化转型。实体桌游虽然还不至于说式微，但上网的玩手机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实体游戏的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孩之宝啊稍微慢了一步，让暴雪给抢先推出了线上卡牌游戏，就是炉石传说。这个游戏自2014年全球发行，3年间积累了7000万活跃用户，可以说重挫了万智牌。不过威士忌亡羊补牢，很快推出了全新的数字卡牌游戏万智牌竞技场。
还在2019年宣布了史无前例的电竞投入，推出全新的万智牌职业电竞联赛体系，并寄出总金额高达1000万美金的年度奖池，涵盖数字赛事和传统桌面赛。还记得前面说2021年威士忌贡献了超过10亿美元的营收吗？具体来说是12.9亿，这里边万智牌一个人就贡献了10个亿，纸质和数字版的贡献比例是7:3，足见数字化带来的不容小觑的增长动力。2022年，原来的威士忌总裁克里斯科克斯接任孩之宝 CEO， 这个被视为孩之宝进一步拥抱数字化和成人市场的信号。那么新官上任，克里斯马上就拿出了新的战略，叫做蓝图 2.0。2.0 要准备干什么呢？2个重点，第一 IP 要更少、更大、更盈利，也就是聚焦更值钱的大 IP。第二，确定以 K-Dot 群体为核心用户。所谓 K-Dot 就是指那些成年人，至少是青少年往上的，依然对玩具和游戏娱乐消费抱有热情的群体。那么整个蓝图 2.0 战略其实就是孩之宝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玩，以及谁有资格玩。其实完全不用解释 K-Dot 是如何带动玩具经济的，因为我们身边已经全是这样的例子了。也许我们自己就是那个 K-Dot， 一个玩具几百上千很正常，每个月花几千上万去抽卡也是丰俭由人。我没钱，我可以从生活费里抠预算，你有钱，你可以上拍卖会去淘稀世珍品。成年人跟小孩消费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挣钱，我们为自己的决策买单，用不着任何人同意，所以只要你也多少是个玩家，你就不会觉得某些疯狂的人有多不能理解。孩之宝的蓝图 2.0 是非常自洽的，既然聚焦于人类高质量的消费者，那么就需要提供相应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如何才能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呢？当然是集中资源去打造一个 IP， 而不是雨露均沾分发给一摞 IP。孩之宝的执行力还真挺强的，先把那些更少、更大、更盈利的 IP 给摘了出来，都有哪些呢？小猪佩奇、变形金刚、龙与地下城、万智牌、小马宝莉、大富翁什么的。至于剩下的上百条产品线，直接一个断舍离，砍掉了超过2/3的尾部产品。接下来把腾挪出来的资源投入到核心大 IP， 系统性的调整产品结构，推出不同的分级，以覆盖不同消费能力的受众。我们还是以变形金刚为例，传统的主线产品依然面向儿童，价格在20到50美元区间，强调可玩性和耐久性。Studio 系列价格在30到80美元，还原电影版造型，附带精美的场景配件。高端 Masterpiece 系列定价在80到300美元，甚至更高，主打高度还原动画造型，关节可动性极高，主要面向成人收藏家。而这还没到顶，孩之宝还搞了一个众筹驱动的项目 HasLab， 在这里会时不时发布一些更高级的收藏玩具。比如在2021年，公司推出了一款巨型的独角兽变形金刚，高度超过2英尺，价格高达577美元，需要8000人支持才能量产。最终这款模型玩具在24小时内就达到了目标，众筹金额达到了将近500万美金。这种分层策略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与其消费能力匹配的选择，也为同一名用户铺垫了从入门到破产的一条龙套路。我看以后谁还敢说单反穷3代？跟潮玩比起来，单反还是太实在了。我自己并不是二次元或者潮玩爱好者，但在前面几期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我学到了很多新词儿，比如玩拼装模型的叫胶老，玩集换式卡牌的叫牌老。那么资深牌老玩的可就太资深了。万智牌在 2.0 战略下，近年来是不断推出高端套装、限量卡牌来刺激消费，像是和最终幻想、刺客信条等知名游戏 IP 搞联动，发行30周年纪念版套牌等等。作为孩之宝旗下最成人向的 IP， 万智牌核心玩家群体平均年龄30岁，人均年消费超过1000美元，有1/3的玩家已经持续粉了10年以上。集换式卡牌游戏具有持续消费的特征，玩家只要不退坑，他就需要不断购买新的卡牌来增强牌组。参与竞技意味着你只要把游戏做好了，这波人可是会追着你掏钱的。羊毛薅了又长，长了又薅，长薅薅无穷尽也。所以像成人收藏家和卡牌玩家这样的宝藏用户，孩之宝迫切需要离他们更近，最好是直接怼到他们跟前。传统上，孩之宝高度依赖沃尔玛、塔吉特这样的零售商，但进入数字时代，公司直接触达消费者的机会来了。2019年，孩之宝上线了粉丝平台 Hasbro Pulse， 这是个付费制的会员平台。如果你是铁粉，现在告诉你，这里是 SKU 最全、上新最快和发布某些独家限定产品的官方平台，且还有活跃度贼高的粉丝社区。那$50一年的会费你冲不冲啊？通过这样的 D2C 的渠道，
公司与粉丝得以双向奔赴，也创造了传统零售难以企及的高毛利收入来源。公司目前没有披露 POS 平台的会员规模，不过从它旗下那个众筹子平台的响应效率来看，孩之宝聚集起来的这群用户，即使数量不多，也绝对是忠诚度极高的优质客户。成年向市场的拓展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销售增量，更重要的是它能大幅提升利润质量。我怎么说，小孩才讲性价比，咱们大人讲究的是格价比，逼格的格，格调的格，资格的格。你比如说大风这个桌游，在庆祝85周年的时候来了个奢华限定，棋盘上镶嵌2000颗施华洛世奇水晶，全球限量500套，定价$499，但它压根就不愁卖，并且在二级市场只会炒得更高。只有极少数一撮人有资格拥有这款逼格拉满的商品，就是这个道理。K-DAO 的战略并不是孩之宝无中生有，强行向高毛利业务转向的目标，它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风口转变的大趋势下，你必须去顺势而为的一个结论。美国一间市场研究机构 NPD 把 K-DAO 定义为12岁以上的小大人。一项2021至2022年的调研显示，12岁以上的消费者购买了玩具市场总量的24%，贡献了2/3的行业销售增长，且未来这一比例还有提升的趋势。世界上所有娱乐公司都看见了这块蛋糕，都在争相压住成人玩具的未来。我们视频一开头就说过，孩之宝公司有60%的收入是来自于13岁及以上的人群贡献，这个比例是遥遥领先于行业的，所以没有谁比孩之宝更适合搞 IP 成熟化。一个比较离谱的案例就是小马宝莉，这本来是个纯纯的低幼向女孩向的 IP， 但是自从2010年出了一部动画剧集《小马宝莉有意义就是魔法》，它莫名其妙突然就多出一群成年男性拥趸，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我试着脑补了一下，那画面我有点害怕，所以这部剧到底讲啥了，我还挺好奇的。而且这些男粉人还有组织有纪律，有自己的昵称叫做 Brownie， 类似于李宇春玉米那个意思。孩之宝虽然可能也有点蒙圈，但这种人类高质量粉丝出现，当然是选择拥抱他们了。所以在有意就是魔法更新的9年里，得益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破圈，对应的第4代小马宝莉玩具 G4 也跟着爆火，在2015年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的营收。像万智牌、变形金刚、小马宝莉、小猪佩奇、大富翁，这些都是孩之宝的10亿俱乐部大 IP。那么理论上，你感觉孩之宝这些年应该是很赚的，对不对？但实际上近几年公司营收是一年不如一年，市值也大幅缩水。为啥？因为伊万的剥离，因为转型的阵痛。抛开这些，我个人对孩之宝的未来还是很看好的。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来稍微过一遍孩之宝近年来的财务状况。在战略调整和外部大环境冲击影响下的最近5年里，孩之宝的财务表现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从疫情初期的逆势增长，到2021年的历史高点，再到2022年至2024年的断崖式下跌，经历了连续10个季度的亏损，直到最近这1年多才逐步企稳回升。前面说过，在2020年宅娱乐需求刺激下，万智牌这个原本相对小众的产品，在短时间内迎来了大幅增长，流媒内容产品也因祸得福，全世界家长看小猪佩奇都快看吐了，一举把它推上了全球观看次数最多的学前节目的宝座。2020年全年，尽管上半年遭受重创，孩之宝全年营收仍达到了54.7亿美元，还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16%。到了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一波报复性的消费潮，但人们还是没地儿去啊，所以只能把钱继续花在宅娱乐上面。这一年，微视之部门收入同比增长42%，破10亿了。公司总营收则达到了64.2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但回过头看，2021年的辉煌并不是可持续的有机增长，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虚假繁荣。到了22年，首先是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一度突破9%，这是40年不遇的高点，通胀如野火般蔓延，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在这种时候，玩具作为非必需品，成本上涨程度就自不必说了。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去年过于乐观，囤货太多，零售商那儿库存直接给爆仓了。为了腾出空间和回笼资金，这些零售商纷纷祭出了浙江温州的甩卖大法。反馈在孩之宝的财报上，就是消费品部门营业利润率从10个点暴跌至6个点，几乎腰斩。这场库存危机对孩之宝的打击是很大的。为了渡过难关，公司宣布裁员15%，也就是大约1100人左右。这是孩之宝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你说这得付出多少 N+1啊？但糟心事儿不是还没完吗？马上2023年，
这是孩之宝发展史上最惨不忍睹的一年。贱卖1万，前面说过了，这一年孩之宝还失去了迪士尼公主系列玩具的授权，这些授权迪士尼反手就喂给了美泰公司。这个美泰啊，就那个做芭比娃娃的公司，自90年代起就一直被孩之宝压一头。但就在这一年，你孩之宝祸不单行，而我美泰却好事成双。同年上映的芭比大电影斩获了现象级成功，公司实现了54.4亿美元的营收，首次反超孩之宝，净利润更是吊打。2023年，孩之宝股价从2年前的高点下跌了近50%，市值直接蒸发了数十亿美元。你可以说这是孩之宝曾经盲目扩张的代价，也可以批判它就是单纯的经营不善。但短期的营收低迷是一回事，孩之宝在危机之下的种种操作，不管是卖公司也好，清库存也好，都行之拯救了现金流，使财务杠杆率逐渐回归健康水平。长远来看，今天的刮骨疗伤就是为了日后的王者归来。孩之宝选择聚集大 IP 及轻资产运营的战略转型基本已经完成，所以打今年起，孩之宝宣布自己终于要重回增长轨道了。而基于公司的蓝图战略计划，这一切都要依赖公司精简瘦身后屈指可数的少数核心 IP 来实现。孩之宝所谓的更少、更大、更盈利，其实就是要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资本向少数极具竞争力的头部大 IP 倾斜，打造少尔精的超级品牌战略。鉴于孩之宝的壁垒优势和用户结构，他这一策略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一句极为超前的金句：信息的丰富导致注意力的匮乏。这个洞察在今天显得尤为深刻。今天全球每天产生的视频内容以数十万小时计，移动应用商店每天上架数以千计的新游戏，各类 IP 衍生品更是数不胜数。在一个内容无限供给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失焦，真正稀缺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能够穿透噪音、建立深度连接的超级 IP。在这种环境下， IP 的竞争本质是注意力份额的竞争。有帝王蟹，谁还吃小龙虾呀，是吧？而孩之宝特别明白这个道理，他一老早就知道，他用世界上第一个电视玩具广告占领了家庭注意力的无人区，把土豆头先生做成了帝王蟹。他借力芭比娃娃征服了怀揣美国英雄梦的男孩，把 G.I. Joe 做成了帝王蟹。他让漫威这样的顶级内容大佬为一个塑料机器人玩具打造史上最有诚意的广告片，把变形金刚做成了帝王蟹。而现在，孩之宝干脆剥离掉剩余的小龙虾，将腾挪出来的资源进一步投入到手里的帝王蟹中。那些日积月累、日益庞大的内容宇宙，就是这些 IP 的竞争壁垒，也是 K-Dot 用户为之付费的格价比。因此，虽然孩之宝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少尔精的策略却正在为品牌释放出深度运营的可能性，效果也逐渐显现。以万智牌为例，孩之宝不仅每年推出4到6个新系列，保持内容新鲜度，还构建了完整的竞技体系，培育了活跃的社区文化，开发了成功的数字版本，甚至尝试制作 Netflix 剧集。这个有着30年历史的 IP 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动力。2023年收入达到将近15亿美元。再比如诞生于1974年的《龙与地下城》，即使很多人不玩桌游，也并不知道其实它是个桌游产品的出身。但这些人可能看过《侠盗荣耀》那部电影，龙很帅，故事很精彩，粉了。电影周边不错，买一个。这就是好的内容穿越媒介，同样可以在圈层以外产生影响力的现身说法。而这种深度运营需要持续的投入和专业团队，只有少尔精的投入策略才能负担得起。因此，真正伟大的 IP 不是落在具体的产品上，而作为文化资产能够衍生出无限可能性。它的品牌价值也就在这些可能性上面。传统玩具公司的思维是线性的，开发产品完了推向市场，完了等待下一个产品。要真沉得住气还好，沉不住气的就很容易陷入追新灼热的陷阱。比如用大量草率交付的产品去试图试出一个爆款来。历史一再证明，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 IP 寥寥无几。挑战当然也是存在的。少尔精策略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值得长期投入的 IP。孩之宝的标准包括全球化潜力、跨年龄层吸引力、故事延展性、产品化的可能性等等。但即使有这些标准，选择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公司现有的核心 IP 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每一个又要押上重注。那说句煞风景的，万一哪天某个 IP 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它以往的价值，这对公司的打击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不是我今天说少尔精怎么好，那它的反面多尔广就不好的。多尔广的典型代表有谁啊？日本万代南梦宫就算一个。万梦号称持有数百个 IP， 有原创也有授权，他们加起来几乎覆盖了日本 ACG 文化的每个角落。他为什么能同时管理那么多 IP？ 因为公司早就打通了一整条内容产业链，从内容策划到影视制作，到玩具，到游戏，到分发渠道，到地面配套等等等等。我反而是需要有这么多 IP 来滚动着上流水线，才能保证我的产能都能得到高效利用。少而精与多而广两种策略方向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商业思维，前者相信深度创造价值，
后者相信广度分散风险，前者追求作品的不朽，后者追求组合的稳健。其实两种模式各自都存在优缺点了，但是在探讨 IP 扑街可能性的时候，万梦的抗风险能力就确实比孩之宝强得多。不过即使全面发展如万梦，它旗下的3个头部 IP 高达、龙珠、海贼王加起来也占据了公司近40%的营收份额，一样举足轻重。在这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天平似乎正在向少而精倾斜。前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有一个观点，他说，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你需要把战略建立在不变的事物上。放到 IP 产业来说，那个不变的事物是什么呢？是人们对优秀故事的渴望，对情感链接的需求和对意义感的追求。满足这些深层需求，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内容，而是更好的内容。好，感谢你陪我一起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